将继续调查案件了，调查到底是谁杀死了白石明小姐。不过，警官小姐，竟然会有凶手胆大妄为的在一个只有与死者2人的房子杀人，就不怕被找到吗？嘎，凶手如果怎么想的话，那凶手是如何在死者看车模型中悄无声息地杀死死者呢？对啊，而且当时我根本是在写稿，根本没那时间作案，对吧？不，你可以因为呢当时房子就你和死者2个人罢了，所以没有别人，只有你，黑泽正。而且我们听到的那3枪，我相信它就是死者死的时间吧，也是您黑泽的犯案时间吧。哎呀，有什么证据啊？我还没有证据，但调查后就知道。没有证据就请别指认我好吗？难道我在场就是嫌疑犯身份吗？对呀，他才不是啊！不是，你继续吧。所以现在我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我可以知道，只有你独自和死者在家，因此你有重大嫌疑。那你就拿出证据吧。反正我都说了，我当时在房间中写稿，所以根本没有时机。如果说有，你可以看我最后一次编辑的时间，不就是死者死亡的时间？我有那么少的时间干那么多的事情吗？你还是去顾你密安吧。密安，加安。密安，你没找到线索，先这边玩吗？在我刚刚找到线索后，刚想去后门，就发现了这个小立玩样。对了，说，我发现那个橱柜好像有少了一点东西，那是一个日记收集区，却好像少了很多本。这当然是理所当然，日记总会消失，对吧？哈，难道说就是跟13年前一样，日记那样消失？我终于知道了，知道关于凶手是如何让死者边看车模型边杀死了，以及如何在写稿的途中杀死死者了。哎，现在正好最后一块拼图拼上了，我终于知道真相了，知道凶手是如何杀死死者了，甚至连证据都已经齐全了，凶手毫无疑问就是黑泽正。佳安，咋了？大家都回家了，你还不回吗？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给你，关于你对于白石明的死感到伤心吗？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？我当然啊，毕竟以后就失去他的支柱了。笨蛋，我是说你为什么对他感到伤心？都说了我失去他了杠。傻瓜，难道会有人失去后还仍无其事的写稿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明天就要出版故事书了。白痴，失去一个人是应该感到悲伤，而不是像你这样的若无其事的一样。我其实真正想问你的是，凶手是如何杀死死者的？只有侦探才到，好不好？我又不是侦探。再说了，只有侦探自己调查才知道。你呢？笨蛋，你不就知道吗？毕竟你就是凶手。神？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来偿还你那个无理言论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家里只有你和死者，如果没有别人，那还会有谁？你告诉我。这……好吧，我就摊牌了，来偿还那个本来该死的女大脑。她那个丑陋且不堪行为的，我不能接受。我辛苦做的小说，她既然要拿来占位，那你可以告诉我关于你的妈妈。哈，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别装傻了，那位警官应该就是你的妈妈吧？如夏刚刚在指认你是凶手时，你是想引警官会为凶手辩护吗？还有之前，哎妈，欧布警察小姐和另一位女孩是谁？难道说你知道了？知道了，毕竟我就是侦探佳安。你妈妈却保护你？不是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裂肺地哭着，是对不起他自己，还是对不起那2位已回不去的2人？答案却要归于后面那位早已流泪的那位重要的人。你的微笑像推开窗后的阳光，不经意却让我整天惊艳。不用刻意说什么永远，我们早活在彼此的细节里面。偶尔争吵像雨滴打在玻璃上，反而让空气更透明清凉。时间偷走年轻的慌张，只留下你熟睡时的呼吸冲凉。爱是清晨你系腰带的声响，是半夜共享的那碗热汤。如果浪漫需要被夸奖，我宁愿它安静如你毛衣的香。当世界急着要更多承诺，我们却把日子过成档。你看那路灯一张张亮起，多像你从不张扬的陪伴。爱是你心里的眷念，爱是我心中的回忆。哇，你的推理不错啊，嘉安，真佩服佩服。其实作案手法是这样，他把携带式电脑放大腿，把滚轮椅子推去房门前，并故意呼叫死者后杀死他，然后赶紧上楼假装敲门。不过我以后再也不能观看那新鲜出炉的小说了，只能看你了，嘉安。哎呀，好累啊，比较好好睡，觉觉得明天还要读书。这是不能避免的，我们大家一起留堂，全班回家。真讨论悲伤。我都说多少次了，还是不及格。怎么锁门了？开门啊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学生们的镇魂歌 PPT。是你心